什么政府住？是你个我该用的。你看啊，对，弄啊，对，干别的，弄啊，大边才弄嘛，你查那个大边才弄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我们都在江边改造这栋老房子。每天发的视频啊，大家看了之后都说这栋房子实在太破旧了，干脆把它拆了，然后推倒重建吧，这样子要更好些。实际上，细心的朋友应该都发现啊，我在视频里面或者评论里面都说过啊，这栋房子是不能够拆的，只能在它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造装修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，之前呢做了一些基础，也在基础之上呢砌了砖，而且啊上一期的视频我们还给这栋房子呢配了一个发粪池，发粪池呢今天也可以砌砖了，师傅他们就在那边做工，待会儿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在花园让它包进来了。别看这栋房子没多大，但是所要用到的材料是非常多的。我们之前啊拿过来很多砖，还有很多沙子，几乎啊都用完了。现在师傅呢在这边搅拌一些水泥砂浆，我们要在里面房间的位置有一些窗铺要打一些过梁。这边啊，今天是有3个师傅砌砖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呢，是扩建的位置，也是房子的前沿部分，扩建了将近1.2米左右。这边啊，我们是准备做一个全落地窗，很大的窗户，坐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江面的。到时呢，买非常大的一扇玻璃过来安装。这栋房子啊，我们想到了一个方案，准备要把它整体抬高一些。以前啊，这栋房子它离地太低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立柱呢，基本上是贴着地面了。我们准备把这栋房子呢给它提高，然后呢整栋房子全部装上木地板，这样子呢住在里面要干燥舒适一些。相当于我们要把这栋房子给抬起来啊，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。到时呢我也会拍成视频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究竟怎么去把这栋房子给抬起来。刚刚搅拌的水泥砂浆呢，就是打这个过梁，上面呢已经装好了膜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门呢，感觉是挺高的。实际上我们把木房子整体抬高20多公分左右，这边啊就不会有那么高了。这背后呢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全部是砖结构的。那边呢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地方，前面呢是一个马桶。实际上在淋浴的那个位置我们预留了管道，在那边呢也有一个灯便池，前面呢是个马桶，这边呢是一个地漏，这里呢是一个洗脸盆，所以这边呢要装洗脸盆的镜子，我们就不留窗户了，在淋浴的地方我们是留了一扇小窗户。这个顶啊，到时候我们要用领子给它全部
架在上面，然后呢铺上楼板，上面呢就不打橡胶板了。这个卫生间呢，相当于是占用了整个堂屋将近有50公分左右的一个尺寸，所以整个堂屋呢现在是小了一点点。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厨房给建好，然后呢要把现在煮饭的这些锅碗瓢盆啊，还有一些工具全部要搬过去。厨房的位置啊，基本上整个框架结构已经出来了，并且砖呢已经都封好了。走过去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间啊，我觉得也有必要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位置呢，之前我们是想到留2个房间的，但是后面想了想，房间太多了，我们活动的空间就相对也就少了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准备做一个过道，然后呢，靠近外面的位置，我们是留了全落地窗，这边就是一个活动的空间，有朋友过来呢，可以在这边喝喝茶，然后这里做了个过道，走到那边餐厅的位置。这背后呢就是一个房间，这一面木板墙呢要全部给它拆掉，然后房间扩展的位置到了这里，背后呢留了一个大窗户。看整个房间呢这样子就非常宽了，很大的一间房。这间房呢也是全部装上木地板，所以在最底下我们是留了排气孔。这边的砖啊基本上已经全部砌好了。上面留的位置是砖模，打一个窗户的过梁。这些墙板啊，还有立柱，能保留我们尽可能的保留，多余的，坏掉了，不需要的，我们再给它拆掉，换新的。这里呢，以后也是一个过道，可以走到厨房这边。整个厨房呢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区域了，非常的宽。将近有5到60个平方左右，开放式的厨房。我们准备把灶台呢，可能会紧挨着背后的墙来砌，然后呢，前面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。有朋友过来，在这边聚一聚，一起吃饭、聊聊天、喝喝茶，更靠近江面。看这个窗户非常的大把，达到了3米多的一个宽度。这边也有一扇大窗户，整个厨房这边的砖墙呢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，2.6米左右。这边也是一个窗户。这个厨房上面呢，要打上橡胶板，做一个阳台。以后呢，我们要做楼梯，可以跑到上面去，可以看看，就是说，在这个阳台上面可以看看远处的一些风景，因为更高嘛，视野更好，也可以做一个休息台，甚至于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顶上呢做一个凉亭。今天早早的一来，我们就开始搭建这些脚手架。还是方便了许多，所以之前我们买了很多领子，现在全部都用上了。这些领子啊，通过计算了之后多买了一些，基本上是反复的利用，可以利用好几次呢。最后呢，又把这些领子用来铺楼枕。所以大家问我，改造房子要怎么去做一些什么工作？实际上从早早的在心里面都要有个计划，是不是啊？把这些事情安排好，这些脚手架呢就不需要租了，这些领子完全都可以用了，是不是啊？反复的利用，最后呢就用来铺楼，铺楼之后就全部放在楼板底下了。一到下午江里面游泳的人特别多。
这个天气啊，在户外做工也是特别辛苦的。这个温度差不多是36、7度左右。现在我们走到下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2个师傅在这边砌发粪池。之前啊是提前做了一个基础，我们是用2天的时间把这个发粪池的位置给挖出来，然后打了一个垫层。现在是砌砖了。这个发粪池啊，砌好了之后，将近也需要200多块这样的水泥砖。在边上呢，我们是用水泥砂浆打了一个基础，这样子呢更牢固一些。里面是做隔断式的，相当于是有沉淀舱啊、过滤舱这样子的，把它中间给隔开。大概做了一个1米多的高度。整个发粪池呢，我们要给它从中间隔开，做3格。里面呢也需要粉刷的。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发粪池建好了之后啊，刚好是平了地面，在上面呢用预制板给盖起来，然后呢上面完全给它封住。整个这个厨房的下方呢，再做一个硬化，在这底下做一个杂物间，放点东西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